蜿蜒的涪江静静流淌，江岸两畔稻田阡陌，村舍兴埠，一派安宁祥和的景象。俯瞰这片土地，让我突然想起了1000年前的长江县。东晋永和11年，公元355年，在涪江、契江之间置八兴县。至于灵鹫山，西魏恭帝2年改八兴为长江县，置地依旧。到唐肃宗上元2年，县治自灵鹫山迁至明月山下的凤凰川，即今四川遂宁市大英县回马镇长江坝一带。再往后，元至元19年，公元1282年，因人口凋敝并入蓬息，古县废置。考古到塔证实，我们现在所站的长江坝遗址，正是唐代县城遗存集中区。需要特别解释一句，这里的长江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那条万里长江。这座古老县城在唐时地处蜀地边陲，四野茫远，人烟稀少，但是却曾迎来过一位落魄的诗人。在唐代，朝廷常把被贬斥的官员外放到西南等偏远州县任职，许多地方官职由这些左迁贬谪之人担任。长江县正是这样的蛮荒之地，却与一段诗坛传奇紧密相连。中晚唐著名的苦吟诗人贾岛，晚年曾被贬任此地主簿。在这涪江寒烟、巴山夜雨的背景里，他度过了生命最后的岁月，一声长叹，仿佛穿越时空从江畔传来，引出我们对这位悲剧诗人一生的追索。贾岛，字浪仙，唐代范阳人，出身寒微。他生于公元779年，童年饱经战乱后的贫苦。10岁那年，为了生计，他无奈离家出走，遁入佛门，法号无本。无本意指无根无地，虚空寂灭。可见他原本打算一生埋首青灯古佛，但他心中对诗歌的热爱并未泯灭。寺院枯寂的生活反而锤炼了他内向孤僻的性格和坚韧不拔的意志。多年僧侣生涯赋予了他一种苦行僧般的毅力，这种精神后来被他转移到诗歌创作上，成为苦吟习惯的根源。贞元17年前后，尚在洛阳香山寺为僧的贾岛，怀才不遇之苦闷无处排遣，便斗胆写了一首诗献给当时文坛泰斗韩愈。韩愈读后大为赏识，写信鼓励他隐还俗读书，科己求是。韩愈的赏识和建议，犹如黑暗中的明灯，照亮了贾岛的前路。34岁的贾岛毅然还俗，潜心备考。随后，贾岛在诗坛初露头角，很快以苦吟2字赢得名声。他五言律诗造诣颇高，极为注重锤炼字句。苦吟就是穷经皓首，吟咏不辍，反复推敲字句之意。贾岛常常为了一句诗冥思苦想，经年不休，甚至自己戏言2句3年得，一吟双泪流。他写诗时沉浸其中，忘乎所以，多次因此闹出笑话来。唐人笔记载有他2次交通事故的趣闻，一次是深秋时节，他骑着驴在长安街头吟诗，口中念出落叶满长安，又苦思对句，忽得秋风吹渭水，欣喜若狂，竟撞上了京兆尹刘启楚的车驾，当场被衙役拘留。还有一次，也是他骑驴赶路时得到灵感，因而一句鸟宿池边树，僧推月下门，到底用推字还是敲字更贴切？他边走边用手做推敲动作琢磨字句，不知不觉闯入了另一位京兆尹韩愈的仪仗队中。卫兵将其押到韩愈面前，他如实禀明缘由。韩愈闻言不怒反笑，当即和他一起斟酌这一字之差的妙处，最终拍板还是敲字好。韩愈这一帮忙，僧敲月下门顿时声名远播，而推敲一词也由此流传千古，成为后人形容反复斟酌字句的典故。经过这次奇遇，韩愈更加赏识贾岛的才华，干脆将这个落拓诗人引为门生，带回洛阳府中谈诗论文。韩愈在诗中盛赞他天空文章魂断绝，再生贾岛在人间，将贾岛视作上天派来接替已是诗人孟郊的诗坛接班人。在韩愈的扶持下，贾岛于长庆2年终于考中进士。此时他已43岁，离一介不以寒僧出入长安，足足过去10年。10年磨一剑，他总算凭才华折桂，名动京华。然而科举及第只是他人生悲喜剧中短暂的亮色。
命运的阴霾仍在前方酝酿。在长安的诗坛上，贾岛并非孤歹英雄，还苏后的贾岛因诗结交了一批知音好友，其中最深交者当属孟郊和姚合，以及亦师亦友的韩愈和几位诗坛前辈。苏轼曾以交寒岛瘦四字评价孟郊与贾岛的诗风，这既道出两人诗歌意境的清俊凄冷，也暗合了他们人生的相似境遇。孟郊比贾岛年长28岁，一生潦倒，近50岁才进士及第，官职卑微，同样饱受贫寒之苦。元和9年，孟郊去世时，贾岛年仅36岁，在长安尚未得志。噩耗传来，贾岛悲痛难抑，赋诗吊孟郊，才华可比古人，却终身不遇，穷困潦倒，甚至卖马葬身。生前只有妻子为他送终，寥寥数语，写尽一代诗人怀才不遇的辛酸。另一位与贾岛齐名的诗友是姚合，两人年岁相仿，诗风相近，并称姚贾。姚合和贾岛交情深厚，诗文唱恨不断。姚合写过《寄贾岛》《别贾岛》等12首诗纪念与贾岛交游，贾岛也写了《酬姚合》《祭武功姚主簿》等多首酬答之作。他们或别后赋诗书惆怅，或重逢吟诗表欢喜，唱和之间情意绵长。可以想见，在长安那些穷愁潦倒的岁月里，正是有了姚合这样患难与共的诗友作伴，贾岛才能在寂寥穷途上多几分慰藉。两人常常夜宿对方家中，雅集赋诗，其乐融融。诗坛曾流传一句话：狂客多磨难，诗囚各搏命，说的正是像孟郊、贾岛、姚合这类才华横溢却命途多舛的诗人。相去诗酒，暂望人间慢，或许是他们最快乐的时光之一。值得一提的还有韩愈，他不仅是贾岛的提携恩人，更是蛮德的知己。韩愈身为唐宋8大家之一，大诗人、大文豪，却对出身松里的贾岛轻眼相加，视如弟辈。当年长安街头那场著名的推敲巧遇，让二人结下深厚友谊，也改变了贾岛的人生命运。韩愈将贾岛引荐进中唐诗坛，让他结识了柳宗元、张籍、李贺、王建等文坛先达。可以说，韩愈为贾岛打开了一扇门，使他从穷僧一下跨入了京城诗坛的核心圈。正是在韩愈的支持和教诲下，贾岛磨砺诗艺，终成一代诗名。然而，韩愈虽可保他一时，却终究无法护佑他一世。待韩愈故去，新一代权臣当道时，贾岛那孤高清茂、不谐流俗的性格便为他招来了大祸。正如《间接录》所载，岛初赴名场，常轻于先辈，自是往往独语，旁若无人。贾岛目下无尘，不屑附和流俗的姿态，注定了他仕途上的挫折和悲剧。他不肯随波逐流，诗风便格入辟，以脚赴宴。虽成就了艺术，却也因此屡试不第，被科举考官斥为辟色之才，无所采用。朋友们爱他的才华，赏他的诗，而朝廷里的权贵们却视他为眼中钉。贾岛于是在友情与仕途的双重夹缝中踽踽独行。大和9年，长安发生了一件改变贾岛命运的意外事件。此时的贾岛已过半百，在长安做着小官，寄居于法前寺无可和尚的精舍中。他虽中了进士，但出身寒微，又不谙官场逢迎，始终不得重用。不过凭借诗名，他仍渴望10年磨一剑，双刃未曾试的机会，小乡士人证明自己。然而他蔑视权贵的性情早已暗暗埋下祸根。传说唐文宗李昂在位时，一日微服出游至法前寺，恰逢贾岛正在楼上吟诗。文宗听闻有人吟诵，兴致所致，便拾阶而上，随手拿起案上一卷诗稿观看。不料贾岛并不认识这位衣着华丽的路人就是皇帝，见他未经允许单动自己的诗稿，竟怒从心起，一个箭步冲上前去，一把夺过卷轴，瞪眼训斥道：“看你衣裳鲜亮，肥头大耳，也不像懂诗的人。”此言一出，微服的皇帝下巴都惊掉了，但表面不露声色，悄然离去。待贾岛经旁人提醒，方知自己得罪了天子，吓得他赶紧跑到皇宫门前伏卧，却请罪。然而盛怒难平，朝廷很快下诏将贾岛赶出京城。
远贬四川偏僻之地遂州长江县，任县衙主簿。就这样，58岁的贾岛踏上了漫漫贬谪路，以9品微官被发配到万里之外的蛮荒山区。这场左迁，表面上是升职，实则是流放。唐代像这样被排挤贬谪到剑南道的文人不在少数，朝廷有意将他们远至边地，以免留在京师惹麻烦。对于贾岛来说，这次贬官无疑是人生的重大打击。他一腔报国才华还未施展，就被扫地出门，在长安经营多年的朋友圈子也一朝散走云烟。这一连串不公遭遇，令他壮志难酬，困守荒僻县城，人生理想顷刻破灭。昔日曾遁入空门的他，如今又陷入了世俗舐犊的死胡同，内心的迷茫和凄楚可想而知。在贾岛赴任时，年近60的他早已体弱多病，长途跋涉非常艰难。据传，他不得不雇了2个仆人照料，并在途中换成了一头驴，以减轻负担。一路上山高路险，栈道蜿蜒，他拄杖奔波于山间异路，不住向路人打听去长郊县的路怎么走。连过客都围着风烛残年的老人捏一把汗，可见旅途之辛苦与孤苦。好在旅途中，他还遇到一件暖心事。当贾岛途经梓州时，时任东川节度使的杨汝士亲自率领仪仗出城30里相迎，以示礼遇。贾岛深受感动，当即作诗《关东社上东川杨尚书》，感念杨尚书的盛情款待。这一幕成为他贬谪路上的一抹亮色，让人稍感世间温情尚在。岁末严冬，贾岛终于抵达了长江县上任。长江县地域僻静荒凉，县衙简陋冷清，主簿只是县级小吏，分管文书和户籍等杂事，清闲而无实权。对于饱经风霜的贾岛来说，这里无异于被发配边疆。然而他出来时内心郁愤，可日子久了，却逐渐在山水中品出另一番滋味。长江县地处涪江流域，山川秀丽，四季云霞变幻。贾岛寄情山水，写下了不少清新淡雅的诗篇，出人意料地呈现出他性情中恬淡闲适的一面。他在《题长江听》中描绘任所情景：岩心俱好静，切属落灰空。瑰丽风萧月，行蛇入古桐。长江频雨后，明月众星中。傍晚时分，县衙寂静无声。归来的小吏锁好夜门，古老的梧桐树下，有蛇爬行穿过。长江连绵阴雨过后，夜空澄净，明月与繁星交辉。世人感慨官署的冷落萧条，但字里行间并无怨毒，反突出一股平和恬静。或许在此清静之地，他反倒得以远离长安的是非纷扰，暂时安顿那颗饱经磨难的心灵。水岸寒楼待月机，下林初见岳阳西。这一句描写夏夜登楼眺望，月光洒在江岸小楼，林间传来潺潺溪声，意境清幽，让人难以相信出自一向苦吟的贾岛之手。显然，蜀地山水抚慰了他心中的创痛，使他的诗风一时趋于明朗恬淡。贾岛也曾在寂寞中反思自我，他写给相国令胡桃的一首诗中，这样自我宽解道：官高贫赤瘦，劳免把离除，一注长江印，三封东省书，不无豪上司，唯识谱中书。梦幻江泡影，浮生是指如。大意是，朝廷多次下敕任命我官职，老来总算不必再扛锄头务农。如今虽只是长江县主簿，但好歹是个有俸禄的差事，比起耕田度日已是强多了。他安慰自己说，世事如梦似幻，人生不过浮生一场，荣辱得失都不足挂怀。字里行间，愤懑之气渐消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份处世的达观。或许正是在长江县这偏远之地，贾岛学会了退一步避开尘嚣，用半饮半食的心态安度余生。在长江度过6年稍显平静的时光后，唐武宗会成元年，贾岛调任邻近的蒲州司仓参军，也就是管仓库的左官。这仍是个卑微闲散的职位，但至少意味着他离开了更加荒僻的长江县，生活环境稍有改善。蒲州即今四川安岳一带，物产丰饶，远比长江县繁华。然而，贾岛此时已是花甲之年，身染疾病，穷愁依旧如影随形。据史书记载，他到蒲州后仍家无妻财，生活清苦。
有时正午余霞会到城南的南楼吟诗望月，寄托闲情。他在夏夜东南楼一诗中写道：一点新迎报秋信，不知何处是菩提。月下点点萤火，欲是秋意。将他的思绪又引向空空如也的菩提，或许是在感叹晚年的自己如风中残烛，生命将逝，终究还是一场空吧。会昌3年7月，64岁的贾岛在蒲州任上因病去世，客死他乡。临终时，他家徒四壁，只有一头病硕的驴和一把老旧的古琴作为遗产，贫困凄凉可见一斑。唐廷在他死后不到10天，匆匆下诏追认他为6品的晋州司户参军，仿佛想给这位苦命诗人一点迟来的安慰。然而对泉下孤魂而言，一切为时已晚。贾岛被安葬于蒲州城南郊的安全山半山腰，孤坟小冢，荒草萋萋。他一生未曾婚育，身后无子嗣奉祀。贾岛死后，他的诗作被集为《长江集史卷》，广为流传。晚唐5代诗人群起效仿他的苦吟风格，以致闻一多先生感叹：由晚唐到5代，学贾岛的诗人不是数字可以计算的。我们不妨称晚唐5代为贾岛时代，可见贾岛对后世诗坛的影响之深远。夕阳西下，涪江依旧无言地流淌，江岸村落炊烟袅袅，仿佛在笑我们低诉1000年前的往事。站在长江县旧址的江畔，极目远眺，天地苍茫中，仿佛浮现出贾岛孤独侧杖的背影。他的一生是悲剧色彩浓郁的一生，少年遁入空门，中年苦吟求仕，晚年折换他乡，直到客死异土。但同时，他的一生又是诗与精神高扬的一生。他从未向命运低头，以砥为剑，与不公和平庸抗争。他穷困潦倒，却穷且益坚，磨砺出不做诗心源如景废的执着信念。他境遇坎坷，却坚守高洁，哪怕被逐出京华，仍写下《梦幻江泡影》。浮生是指如得旷达之语。当我们循着涪江畔晚霞的余光缅怀贾岛，悲叹他命运多舛的同时，也深深感佩他以诗明志。以苦为乐的高贵灵魂，离合悲欢皆成过往，唯有那轻巧孤绝的吟鹅声，似在幽深的云山中回响不绝，伴随着滚滚东流的江水，流向无尽的未来。